最近幾個月，字節跳動和阿里，中國 AI 領域兩個砸錢最兇的主，正在拼命幹同一件事。他們把底層的推理任務從英偉達的機器上，往華為升騰的激情上使勁的遷移。這絕對不是什麼支持國產的情懷。資本家只信效率和成本，他們不信情懷。這件事背後是華為悄悄地做成了一件事，讓全球頂級分析機構開始重新打量英偉達那條護城河。那今天這期我們不聊手機芯片追沒追上台積電的口水戰，我們來聊聊英偉達到底遇上了什麼麻煩。前段時間，華為何庭波在一個國際芯片會議上發了一個叫韜定律的東西，寫成符號就是希臘字母的韜，全網炸了。一派歡呼說追平了台積電了，一派冷嘲熱諷說不過是換個名字搞公關罷了。說實話，我翻完很多份硬核研報之後發現，這兩派都炒錯了。他們連華為現在在打哪一場仗都沒看明白。華為真正的目標根本不是台積電，是英偉達的 NVLink 護城河。這一句話就是這期視頻的核心。我們馬上開始。先把這件事情的量級說清楚。2019年5月，那個著名的實體清單落下的那一刻，華為內部秘密成立了一個代號叫默協的尖刀團隊。干將默協的那個默協，由半導體業務部的負責人何庭波親自掛帥，幾萬名跨學科的工程師，在完全買不到先進製程代工、買不到高端 EDA 工具的環境裡，埋頭幹了好幾年。按華為自己在發布會上公布的口徑，這幾年他在產線上量產了381款芯片，從手機裡的麒麟到基站裡的天罡，再到數據中心裡的鯤鵬和升騰，全覆蓋了。我先把話說在前頭，今天聊到的華為這一側的成績，有些數據都是他官方自己的數字，還沒經過第三方獨立的實測。我們不吹不黑，咱們今天既要看他說了什麼，更要學會怎麼去驗證它。這381款芯片，說是用來驗證那個韜定律的。那這個韜定律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呢？說白了，就是被逼出來的一次物理學范式的轉移。傳統的摩爾定律是怎麼玩的呢？在一塊固定的硅片地皮上，靠光刻機把晶體管做得越來越小，蓋越來越擠的平房。但這條路對華為來說被物理鎖死了。買不到設備，平房的面積縮不下去了，那怎麼辦呢？華為的解法叫邏輯折疊。地皮不能變，那我就把這塊大餅垂直折疊起來，平房變摩天大樓，在折疊的樓層之間打通無數部直達的高速電梯。專業說法叫間距不到 1.5 微米的超高密度混合鍵合。原來信號要在龐大的平面電路上跑得很遠才能傳過來，現在坐個電梯幾微米就到了。這就是韜定律的核心，用時間上的縮短去換那個再也縮不下去的空間。你別小看這個操作。華為說今年秋季就要面世的新款麒麟芯片，底層制造工藝根本没換，但靠這套邏輯折疊，晶體管密度單代漲了大約 55%。 注意，這 55% 也是華為官方的數字。作為對比，你感受一下，台積電當年砸了上百億美元，辛辛苦苦從5納米迭代到3納米，密度提升也就 30% 上下。華為說自己在不換製程的情況下，靠系統級重構就逼近甚至超過了這個幅度。這話現在還只是個宣稱，要等秋天手機真上市，第三方拆開實測才算數。但先別急着沸騰，接下來的這段是我最想讓你聽完的部分，因為它直接決定了
這件事到底是真的工程突破，還是一種精致的包装？在往下講之前，得先弄清楚一個區別。AMD 在做 3D 堆疊，英特爾也在做。華為的邏輯折疊本質上也是這一類，但同樣是堆疊，分量完全不同。AMD 和英特爾做 3D 堆疊是2條腿走路，一邊堆疊，一邊還能繼續買最先進的光刻機，往更精細的製程衝，那是錦上添花。華為做邏輯折疊是在買不到光刻機的約束下，只靠這一條腿走路，那是雪中送炭，靠自己挖。2件事的工程難度和戰略意義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但反過來也得提醒一句，人家2條腿還在往前跑，華為單靠這一條腿能把差距追到多近，現在誰也不敢打包票。那這裡就有一個更耐人尋味的問題， AMD、Intel、英偉達手裡早就有 3D 堆疊 Chiplet、HBM 這些招，為什麼只有華為非要把它們打包成一個定例，還開個大會鄭重其事的發布呢？ AMD 做 3D 是在自己產品上用，用完告訴你兼容就行，不需要全行業跟它對齊。華為要的不一樣，他得把中芯國際、長電做 EDA 的、做封裝的、做國產 GPU 的一整條本土供應鏈攏到同一套標準下，這就不是技術的問題了，是一場標準之爭。你想想集裝箱，幾十年前全世界的港口亂成一团，几十年前全世界的港口亂成一团，每家船公司的箱子尺寸都不一樣，吊裝、堆放、運輸全是內耗，直到有人把尺寸做成統一標準，全球港口才圍着這一套重建。誰定了標準，誰就攥住了之後所有人的接口。陶定力想幹的就是給國產半導體定那個集裝箱的尺寸，所以他對外是一把砸向英偉達的矛，对內更是一面讓大家歸隊的令旗。這種先起個響亮的名字，在統合生態的打法，華為也不是頭一回了。鴻蒙、CNN 走的都是這條路，先立一個旗號，讓分散的力量往一處使。這套打法能不能成呢？關鍵從來不在於名字夠不夠響，而在跟他走的人最後能不能真的撈到好處。好，旗號是立起來了，但強行統合不代表能無視物理學。業內做芯片拆解的機構普遍把這種密度 3D 邏輯折疊形容成一場散熱的噩夢。你品品這個詞，以前一層平房的時候熱量直接往上散就行了，現在把芯片折疊成多層，中間那些高頻運算發熱的晶體管被上下2層导熱性很差的绝缘介質死死地包住，就像三伏天裡給芯片穿了3件密不透風的羽絨服，熱量散不出去，在內部憋成了一個封閉的熱陷阱。半導體可靠性物理裡有個老化方程告訴我們，一旦芯片內部突破一道紅線，內部微觀結構的損傷速度就會指數級上升，銅線斷裂，介質擊穿，芯片壽命爆裂。這也是為什麼英偉達的 Blackwell 只能上液冷，氣冷根本壓不住。說到底就是 3D 堆疊散熱要付的代價。除了散熱，還有一本殘酷的賬，那就是良率。你可能在網上看到博主吹華為折疊封裝良率有多高多高，千萬別被帶偏了。這種工藝的良率還遠沒能到讓人安心的水平，相當一部分的高價硅片在最後一步直接變成了廢品，送進粉碎機。但這怪不了華為，因為这不是華為做的差，是工藝的天花板就在這兒。你要在2層芯片之間把幾百萬個間距不到 1.5 微米的同觸點完美的對準，這是個什麼概念呢？打個比方，就像讓2棟摩天大樓懸空的對接，
要求每一層樓的每一根水管、每一根電線都嚴絲合縫的接上，差一根頭髮絲都不行。還要應對拋光帶來的金屬凹陷，哪怕無塵室裡落下一顆幾微米的灰塵，都可能在建核時摧毀成百上千個信號通道。華為現在的良率，在當前人類混合建核工藝的精度上限下，已經是能跑通的最高水平了。這不是遙遙領先，這是極限。所以你看，這是一條用大量的廢品，用巨額沉沒成本砸出來的血路。這時候，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來了，你想想，如果要付出這麼大的物理代價，廢掉大把的硅片，還冒着隨時降頻的風險，華為只是為了讓你手裡的手機打遊戲快一點，那這家公司早就破產了。這在商業上根本就算不過賬來。那它到底在圖什麼呢？以前我們也講過，現在DeepSeek V4 主力模型推理跑的算力不是英偉達的機柜，是華為升腾的激情。這裡我得先把話說清楚，免得你被網上的一些標題帶偏。DeepSeek 現在嵌過去的主要是推理，還有一部分序訓練。最難最燒錢的那個從零開始的完整易訓練，目前還沒敢完全交給升騰。這個邊界很重要，後面我們還會回來講它。但即便只是推理這一步，意義也已經足夠大了。我現在正式給你這期視頻的核心判斷，華為韜定理的真正目標從來不是台積電，而是英偉達最深的那條護城河 NVLink。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這件事憑什麼有底氣。先說 DeepSeek 這件事，很多人以為大模型適配一款新芯片就是調幾個接口，錯了。DeepSeek 的工程師為了在升騰上榨乾每一滴的性能，沒照着華為官方那200多個標準算子接口走，而是直接鑽到了硬件底層，把整套技術栈從英偉達的 CUDA 遷移到了華為自己的 CNN 框架上，關鍵路徑一條一條的手寫重構。他們搞出一種叫融合算子的東西。以前大模型推理，數据要在內存和計算单元之间來回的搬，時間全浪費在了路上。而現在數據進去後，盡量待在芯片最快的緩存裡，一口氣加工完再出來，少搬幾趟，省下的時間就是利潤。這件事意味着中國最頂尖的 AI 企業已經找到了一條不靠英偉達 CUDA 生態，也能把大模型推理跑出极限性能的工程路徑。說到這，可能你覺得這是大廠的事，跟你沒關係。不，這件事跟你的錢包關係大得很。我先埋個扣，一會兒專門講。真正刺向英偉達心臟的是硬件底層互聯架構的平行對抗。這裡有一件很多人沒注意到的事，還是華為官方的口徑。它通過一個叫 Unified Bus， 也就是統一總線的協議，靠前光互聯，把這套 AI 超節點裡節點之間的通信延遲壓到了大約 2.1 微秒這個級別。長期跟蹤華為互聯架構的 SemAnalysis 創始人 Dylan Patel 專門拆過它的分量。要提醒一句，這個延遲數字目前同樣是官方口徑，外面還沒有人拿到整套集群去獨立的複測。微秒級是什麼概念呢？我們來對比英偉達是怎麼做的。英偉達為了追極致的低延遲，做了一個很復古但很暴力的選擇。它用機櫃內1-2米的無沿銅纜，把72顆 GPU 死死鎖在一個物理機櫃裡。這套專屬通道叫 NVLink。你一定會問，為什麼不用光纖呢？因為傳統的光模塊裡有個叫 DSP 的數字信號處理芯片，它必須先把信號解碼再封包，一來一回，幾十上百納秒就沒了。
對滿載飛奔的 GPU 來說，這種等待是致命的。所以英偉達寧願把機櫃塞滿粗銅板，把單櫃功耗飆到10幾萬瓦，也要死守這個機櫃內的直連速度。NVLink 很強，但它有一個根本性的物理極限，它會鎖死在1-2米的機櫃半徑裡，出不了那個鐵籠子。華為沒有退路，單顆升騰的算力打不過英偉達最新款，那就只能靠群狼戰術，把成千上萬張卡連起來，用激情的總算力去淹沒單卡的代差。可在占地上千平米、跨度上百米的大型数据中心裡，1-2米的銅線根本夠不着。於是華為在它的升騰950的超节點上幹了一件很野的事。既然 DSP 芯片像高速公路收費站一樣拖慢速度，那就把收費站直接拆掉，模擬信號直接啟動光發射器，中間少了解碼封包這一步。再加上底層芯片裡專門做內存直仿，繞過繁瑣的網絡協議站，按華為給的規格，滿配8192顆升騰 NPU， 像讀自己肚子裡的內存一樣順暢的互相通信，集群總帶寬飆到16 PB 每秒，跨节點延遲壓到了微秒級別。畫面感來了，英偉達的 NVLink 是一條被死鎖在機櫃半徑裡的極限賽車道，華為的 UniFi Bus 是在上百米的數據中心荒原上強行鋪開了一張平前高速公路網。這還沒完，還有一件事讓局面更有意思。英偉達的 NVLink 是完全封閉的生態，你用英偉達的卡就必須捏着鼻子買它配套的交換機和專屬的線缆，這是英偉達向全球雲廠商收的算力稅。不交這筆買路錢，你的集群就跑不起來。但華為隨後宣布要把 UniFi Bus 的底層規範開源，這相當於在英偉達的高牆大院外面建了一個對所有人開放的集市。你回想一下前面那個集裝箱的比方，把 UniFi Bus 開源，就是華為想把自己定的那套尺寸，從國產生態推成全世界都能用的通用標準。當第三方設備商、其他國產芯片廠都能按照這個標準接進來的時候，這就有點像當年 Linux 對抗 Windows 的半導體版本。英偉達那個不得不買的壟斷邏輯，現在出現真實的裂縫了。現在我們回到剛才埋的那個扣，這件事到底怎麼砸到你的錢包上？如果你是科技投資者，你得重新打量一下英偉達那5萬億美金的市值地基。撐起英偉達溢價的不只是 GPU 的算力，更是它強制收的算力稅。你想搞大模型，不光買芯片，還得買它整套封閉的系統。但隨着 DeepSeek 把推理遷移到升騰，隨着 UniFi Bus 這條平行高速公路向所有人開放，至少在中國這個市場上，英偉達第一次不再是唯一的定價者。資本市场最怕的從來不是正面的擊敗，而是喪失唯一的定價權。你想想，一家公司憑什麼值5萬億呢？不只是因為它東西做得好，是因為大家覺得它的東西非買不可，沒有第二家。一旦市場上開始相信世界上存在第二套能用的標準，哪怕這套標準現在還很粗糙，那個非買不可的邏輯就鬆動了，估值的地基也就跟着摇晃。英偉達護城河的邊界在歷史上頭一回，可能真要出現肉眼可見的裂縫了。对普通的打工人或者正在掙扎的創業者，衝擊更直接。我們上個月 ChatDeepSeek 新模型那期就說過，開源把 AI 的單價打成了白菜價，現在底層算力也在變便宜。說白了，以前你不敢讓 AI 幫你重寫幾十萬行的祖傳代碼，不敢高頻調用複雜的智能體去自動化調整工作流。為什麼？
調用一次的成本，你那點利潤根本蓋不住。但當算力本身越來越便宜，無論你是做跨境電商、寫代碼還是做內容，你接入 AI 去搭一套自動化業務的門檻正在被一點點的削平。這才是這期視頻裡跟你我飯碗最貼身的那個真相。那聽到這裡，你是不是覺得華為已經贏麻了，英偉達馬上要完蛋了？可千萬別這麼想。這套邏輯折疊加上互聯網絡，雖然在紙面上和初步試水裡跑通了，但能不能所向披靡，現在下結論太早。那接下來我給你一套普通媒體不會給的觀察框架。你只要死死盯住3個信號，就能看透這盤大棋往哪走。第一個信號，看今年秋天量產的折疊麒麟。前面講了， 3D 邏輯折疊最凶險的就是散熱。等秋天手機發售了，你別去看跑分軟件上那一下子的極限分數，沒意義。你就去看它在真實的長時間高負載的遊戲場景下，會不會嚴重發熱，然後大幅的降頻。要是熱控制不住，就說明物理法則的极限還是繞不過去。第二個信號，看下半年升騰95連超節點的大規模商用數據。DeepSeek的推理確實跑通了，但那條華為宣稱延遲低到微秒級的前光高速公路，真到了幾萬張卡滿載，幾個月不停機連軸煉丹的時候，能不能穩住？光器件比銅線交規，物馬力更高，一個光模塊的細微抖動都可能讓整個訓練崩掉重來。華為說他們做了一套很快就能完成光路保護倒換的容錯機制，這套機制在真實的暴力計算裡能不能兌現，決定了這條平行高速公路到底是通天大道還是一碰就碎的豆腐渣。第3個信號，也是最核心的終極指標，看阿里和字節什麼時候敢把命交出去。現在這些大廠確實在瘋狂掃貨升騰，砸了幾百億進去，但你仔細看，絕大多數買回去是做推理的，也就是給訓練好的模型做日常的用戶問答。可關乎大模型生死的那個主力異性戀，這幫巨頭現在還死死抱着英偉達的大腿。還記得我剛才說DeepSeek那個邊界嗎？這就是同一件事。從頭訓練一次大模型，動輒幾千萬美元，一次跑好幾個月，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岔子，幾千萬就打了水漂。你想想，做推理就像讓一個已經培訓好的老師傅去幹活，錯了大不了重做一次。做訓練是從頭培訓這個師傅，幾個月的功夫，幾千萬的學費砸下去，砸廢了沒法重來。大廠願意把推理交給升騰，是因為試錯成本低。但把訓練也交出去，那是把全部身家押上桌。只有当大厂敢把最核心、最燒錢的主力訓練徹底從英偉達切給升騰，那才標誌着去庫打化這盤棋真正下贏了。在那之前，所有的捷報都還只是個前戲。跳出所有的技術細節，回頭看這件事，它不是一家中國公司要不要追上台積電的零和博弈，也不是什麼彎道超車的魔法故事。你看到的是人類在半導體的極限深處被物理法則和外部供应鏈逼出來的另一條平行的數字航線。這條航線上布滿了熱力學的暗礁和良品率的深淵。華為報的這些漂亮數字也都還等着真實落地去檢驗，但它至少指上了一件事：當一條路被徹底堵死的時候，目的地並沒有消失，只是逼着你重新定義到達的方式。門還沒有完全打開，但那個門把手好像已經真真切切的被摸到了。那麼這3個驗證環節裡，你覺得哪一個才是華為最難跨過的天塹呢？
是物理極限的散熱困境，還是大厂真金白银的戰隊抉擇呢？評論區告訴我你的判斷。這裡是明野3000里的頻道，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